在女孩嘴里塞了34颗弹珠，然后又拿出一张签字文稿，命令女孩在1分钟内念完。可谁知女孩刚开口，就将1颗弹珠生吞了下去。但男人只是摆了摆手，接着便拿出1颗崭新的弹珠，重新塞进了女孩的嘴巴。而这项近乎变态的挑战，却源于2位成功男士的胜负欲，赌女孩能否用6个月的时间，从流落街边的乞丐，变成一个上流社会的名媛。故事开始，伊丽莎本是伦敦街头的一个卖花女，不仅蓬头垢面、破衣烂衫，还操着一副令人恶心的口音，整日拎着花篮穿街走巷，叫喊声就像杀猪一样粗鄙。于是很快，她就遭到了一位男人的毒舌羞辱。对方认为伊丽莎的叫卖如同公鸭般让人退避三舍，还说像她这样粗鄙不堪的人就不该苟活于世。男人的话让伊丽莎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在众人的眼下发出更加刺耳的尖叫抗议。好在有几位善良的绅士帮她解了围。而在几人的谈话中，伊丽莎才知道毒舌男是个名声在外的语言学教授，他能仅凭口音判断出这人来自哪里，是哪个阶层，又受过何种教育。而彼时的英国正流行以音取人，他们根据发音将人分为3、6、9等。因此身为语言学教授的亨利对于讲话粗鄙之人总是恨铁不成钢。倘若让他来调教，只需要6个月，粗鄙不堪的卖花女就能像公爵夫人一样参加使馆舞会。到时候不管是当女仆还是在高级商店当店员，都比这露宿街头的卖花女体面。说着无意听者有心，亨利留下几枚硬币，就和好友消失在了夜色中。但他勾画出的美好未来却在卖花女心中生根发芽。于是隔天一早，伊丽莎就穿着最体面的衣服敲开了亨利的家门。但是只听其声，亨利就皱紧了眉头。他厌恶一切不好好说话的人，尤其是还顶着一副公鸭嗓的女人。可伊丽莎却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如果能练就一口纯正的伦敦腔，她就可以在花店里工作了。为此她愿意拿出1枚硬币当做学费。亨利被气笑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说罢就要赶走这个粗鲁的女人。可就在2人僵持不下时，暂住在亨利家的上校很快被执着的伊丽莎吸引。他顺势提出一项赌约，倘若6个月后伊丽莎能够顺利通过舞会，并且不被人识破，自己便将全力承担她学习期间的所有费用。一向骄傲的亨利心动了，他当场接下了这个赌约。本以为6个月的时间足够将伊丽莎脱胎换骨，但没想到这个过程要远比他想象的更加困难。因为伊丽莎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由于4、5年没洗过澡，亨利便告诉女仆们，如果有擦不干净的地方，就用砂纸打磨。可伊丽莎第一次见到冒着热气的浴缸。What's this? This is where you wash clothes. This is where we wash ourselves, Eliza. And where I'm going to wash you. You expect me to get into that and wet myself all over? Not me. 看着不断升起的水雾，他被震惊的尖叫连连。可还没等他消化这一切，仆人们便纷纷围了上来。伊丽莎赶忙不断挣扎，可仆人们才不管这些。一时间，伊丽莎的粗犷尖叫响彻整个豪宅。而这还只是他们将伊丽莎改造成淑女的第一步，因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女孩的口音，她总能发出一些刺耳的猪叫。于是亨利只能拿出特殊工具，一端连接火焰，一端连接气管，只有发出正确的开口音，火焰才会变大。伊丽莎瞬间来了兴趣，可她也仅仅只是觉得好玩，没一会就被旋转的镜子吸引了注意，结果差点将教授的房子点燃。而与此同时，由于卖花女入住教授家的消息不胫而走，伊丽莎的父亲马不停蹄地赶来。他认定女儿攀上了高枝，作为父亲的他自然不能落后，于是佯装要带伊丽莎回家。本以为这样就能吓到亨利，谁知对方丝毫不慌，还表示愿意放人离开。这下轮到伊丽莎的父亲慌了，他连忙表示只要有5英镑买酒，他就可以和女儿断绝关系。亨利见多了出身贫寒的无赖，对伊丽莎父亲的要求也并不意外，要是能用5英镑帮年轻的女士摆脱糟糕的父亲，他还是乐见其成的。而钱一到手，伊丽莎父亲就着急离开，谁料一回头，竟撞上了个年轻貌美的女孩。Wow! I beg your pardon, miss. Oh, I'll say those runny vows one more time. Blimey, it's Eliza. Well, I never thought she'd clean up so good looking. She does me credit, don't she, Governor? 看着父亲洋洋得意的面孔，伊丽莎瞬间明白了他的来意。可身为一个父亲，他自然不能明说是来卖女儿的。但为了那点可怜的威严，他转头就叫亨利。With our governor, give her a few licks of the strap. That's the way to improve her mind. Well, good morning, gentlemen. Cheerio, Eliza. 而看着伊丽莎父亲离开的背影，亨利对伊丽莎也多了几分体谅。在非打即骂的环境里长大，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只是伊丽莎的学习能力实在让人头疼，一连学了3天的原因就是不见分毫长进，时不时还要扯着破锣嗓子打退堂鼓。眼看2人的争吵逐渐扩大，上校忙出来打圆场，但随即亨利就想到一个有用的招数，用伊丽莎喜欢的食物逼她学习，学不会就要挨饿。果然，看着近在咫尺却始终无法吃到的食物，伊丽莎只能勤奋练习。渐渐的，2人逐渐形成了在吵闹中教学的默契。可要让伊丽莎改掉说了20多年的方言，又是何等困难。亨利试遍了家中所有的辅助工具，可收效依旧甚微，这不免让他头疼起来。但谁知就在此时，伊丽莎却缓缓开口了。 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 I think she's got it. I think she's got it. 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
伊丽莎的表现让亨利惊喜不已。为了进一步观察她的长进，亨利决定带她去贵妇云集的赛马场试试。而那天，伊丽莎一袭白裙，立马成为了舞会的焦点。贵族们纷纷猜测女人的来历，但却始终无人知晓。而看着伊丽莎优雅地应对外人问候，亨利十分满意。此刻大变身的伊丽莎，就是他交给上流社会的答卷，并且还有一个富二代对伊丽莎一见钟情。可就当亨利以为胜利在望时，伊丽莎突然在人群中爆发出了不合时宜的尖叫。粗鲁的言语在贵族云集的看台上如平地惊雷。目睹了整个改造过程的亨利母亲难免有些心灰意冷，她觉得儿子做的都是无用功，不如在赌约生效前及时止损。而另一边的伊丽莎也懊恼不已，她深知自己不该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可情绪上头的她实在控制不住。上校看伊丽莎一直沉浸在自责中，便提议亨利终止赌约，觉得他们不该把自己对上流社会的认知强加给一个无辜的少女。与其看着伊丽莎在条条框框中失去自我，还不如放她做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卖花女。但只有一人除外，富二代在目睹了伊丽莎的表现后，越发觉得她与众不同，简直就是他的真命天女。于是手捧鲜花追到了这里，可临到门前又突然娇羞，便请保姆代为转交。而碰巧这份纯粹的爱意被亨利看到，让他再次相信伊丽莎完全有蜕变成功的可能。于是他立马为伊丽莎安排了女王的狮冠舞会，并经过2个月的全方面训练，伊丽莎终于脱胎换骨。她一袭白裙缓缓出现，优雅的让人眼前一亮，再配上耀眼的钻石头冠，好像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就算是平日里不颜狗笑的教授看到，也被震撼到无言以对。他亲自为伊丽莎披上一件红色的天鹅绒外套，接着轻抬手臂，带着她迈向了女王的狮冠舞会。这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王公贵爵，但伊丽莎的亮相依旧惊艳了所有人，就连罗马尼亚女王都忍不住称颂她，简直是上天对人类的恩赐。 Charming, quite charming. 作为全场最出众的年轻女性，伊丽莎当仁不让的成了王子的开场舞伴。但她神秘的出身同样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疑。亨利的一个学生就是专门帮上流社会辨别真假贵族的。大使夫人见伊丽莎如此完美，便起了试探的心思，于是便派学生去打探一二。上校和亨利瞬间警觉起来。然而当他将自己的测试结果告诉大使夫人后，场上再度沸腾起来。原来伊丽莎伪造的身份是匈牙利贵族后裔，可结合她完美的英语口音和优雅的贵族做派，学生当即断定伊丽莎绝对是匈牙利的正统公主。闻言，亨利大笑不止，他成功了，真的只用了6个月，就将卖花女推上了神坛。回家后，少校对亨利的教学佩服不已，两人推杯换盏，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但却无人察觉。伊丽莎正躲在角落里哭泣，原来她意识到自己尽管经过了改造，却依旧无法改变贫民窟卖花女的身份，并且更让她难过的是，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亨利，可又要如何跨越这悬殊的身份呢？不知不觉间，伊丽莎又走回了贫民窟，可那里的人早已不认识改头换面之后的她，就连那个嗜酒如命的老父亲也脱胎换骨成了有钱人。伊丽莎这才知道，亨利为了改善他们父女的生活，竟通过人脉让他父亲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得知真相后，伊丽莎越发难过。与此同时，找不到伊丽莎的亨利着急不已，到处招呼佣人报警。他一直将伊丽莎视为自己的所有物，从未想过她对自己的意义。如今彻底找不到人了，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爱上了这个卖花女。亨利苦恼不已，他跑去找母亲倾诉，这才发现伊丽莎也在母亲家。母亲是个开明的贵妇，他觉得只要儿子喜欢，根本不用顾忌对方是什么出身。得到了母亲的默许，亨利这次选择面对自己的内心，可伊丽莎却不这么想。她虽然身份卑微，但也有自己的尊严。她深知在亨利眼中，自己仍是那个不起眼的卖花女。如果这个想法不改变，他们以后不会有幸福。 Goodbye, Professor Higgins. You shall not be seeing me again. 看着伊丽莎离开的背影，亨利心如刀绞。他回到家中，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己和伊丽莎的教学录音。 Oh, we are proud. I'm come to have lessons, I am, and to pay for them too, make no mistake. What is it you want, my girl? I want to be a lady in a flower shop, instead of sitting at the corner at Tottenham Court Road. 恍惚间，他仿佛听到了伊丽莎又回来了。 He said he could teach me. Well, here I am, ready to pay, not asking any favour, and he treats me as if I was dirt. 窈窕淑女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灰姑娘的蜕变故事，它还探讨了阶级、身份、性别等深刻的社会议题。伊丽莎的成长过程不仅是对外在礼仪的学习，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觉醒。真正的淑女不仅仅是外表的优雅，更是内心的独立与自信。 I washed my face and hands before I come, I did. Where the devil are my slippers? 至此，全片结束。再细致的解说也无法比拟原著。我是小无聊电影，期待与你的每一次相遇。